RTX Spark 居然不到$3000，而且不是低记忆体入门版。微星产品长说，第一批就是 128GB 的高规配置，这个消息本身就够强，因为现在的 DGX Spark 已经涨到$4699，RTX Spark 却想用少掉一大截的价格，把同一个容量级距放进 Windows 笔电。先保留一个小字，$3000以下，目前是微星公开的预计售价。最终 SSD、税金和零售 SKUs 还没公布，但如果真的守住，这不是普通的便宜，而是大型 CUDA 模型第一次接近高阶笔电的价格。问题只剩一个，128GB 把模型装进去之后，它跑得够不够实用？这里要先拆开容量和速度。32GB 显卡遇到太大的模型，问题常常不是慢，而是根本放不下。模型权重，长 context 的 KV Cache LoRA 训练需要的空间，再加上图片或影片 pipeline， 只要一起挤进来，很快就超过消费级显卡。这时候 128GB 的价值非常直接，以前要切模型、卸载到系统记忆体，甚至直接放弃的工作，现在可以完整留在一台机器里。DGX Spark 已经证明这个容量能跑 GPTOS 120B 这类大型模型。RTX Spark 如果把相同级距带进笔电，真正被改写的不是排行榜，而是你能不能在本机开始做这件事。可是能开始不代表每一步都快，真正的取舍在这里。微星区域资料写的 RTX Spark 频宽大约是300GB 每秒， DGX Spark 是273，两台很接近。再看 RTX 5090，它有1792GB 每秒，接近 RTX Spark 的6倍。当模型能完整塞进32GB 时，5090通常更像速度机。RTX Spark 则是用较低频宽换到4倍容量和可携性。这不代表 Spark 很差，大模型如果连5090都装不下，再高的频宽也无法直接解决容量问题。只是你不能看到 EPFLOPFP4 就把它想成装了一张便宜5090，它的角色更接近先把以前不能跑的东西救进来，再接受速度上的取舍。那 Apple 和 AMD 呢？ Apple 的 M3 Ultra 有819GB 每秒，频宽漂亮很多，现在官方列的是 96GB， Mac Studio 美国起价$5299，它适合已经走 Metal 的工作，但不是CUDA笔电，也不是同一个价位。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可以做到 128GB， 保留 X86， 频宽是 256GB 每秒，整机通常也很有价格竞争力。它的问题不是不能做 AI， 而是你的 workflow 是否已经在 ROCm 上验证。Tom's Hardware 测 LTX 20，当时的 Strix Halo 环境就遇到 HIP error hang 和 crash。这不能说 AMD 都不能生影片，只能提醒你相容性也有时间成本。所以 RTX Spark 不需要假装每一栏都赢，它最特殊的组合就是 128GB CUDA 笔电以及$3000以下的目标价格。对创作者来说，最后要看的不是模型能不能打开，而是一次迭代要等多久。DGX Spark 目前可以当代理参考。图片方面，最佳化过的 Flux Schnell 可以做到大约 2.6秒一张，换成更重的 Flux Workflow， 独立测试也可能落在60到97秒。跨度很大，但拿来做构图、素材探索或离线批次，通常还有使用空间。影片就要更小心。Tom's Hardware 跑 LTX 2，短期 20P 影片一次超过3分钟，One 2.2的社群案例，有暖机后约6分钟，也有15到25分钟甚至失败。这些不是 RTX Spark 的正式成绩，却能看出真正的购买风险。一次3分钟好像还好，试10个版本就是半小时。还有，影片慢不能全怪 300GB 的频宽，算力、80瓦笔电功耗、解析度、帧数、steps 和 kernel 都可能把时间往上推。所以 RTX Spark 值不值得期待？如果你要跑大型 LLM、长 context、agent、LoRA， 或者常常被 32GB 卡在门外，答案是非常值得关注。不到$3000的目标价，真的可能重新画出本机 AI 的入场线。图片生成也有机会成为实用工具，只要你能接受不同模型从几秒到1分多钟的差异。但如果你买它主要是为了每天大量生成影片，先不要只看 128GB，
等正式机上市后，看同一个 workflow、同一个解析度、同一组帧数到底要跑多久，再决定它是生产工具，还是一台很会让你等待的机器。因为128GB 回答的是能不能跑，真正决定你会不会每天用它的，是每一次生成要等多久。